2020年1月2日深夜，伊拉克巴格达机场3000米高空，一架 MQ-9无人机正在盘旋。一盏20米的无人机，这个距离从地面上看，就和15米外的一只蜻蜓差不多大小，肉眼几乎无法分辨。而且 MQ-9无人机采用的还是螺旋桨，而非喷气式发动机，噪音也近乎于无。所以，除非无人机主动暴露，不然谁也发现不了它的存在。美军基地的模拟飞行员舱室内，2名操作员正聚精会神地盯着他们眼前的屏幕，他们操作的就是此刻正盘旋在巴格达机场上空的那架 MQ-9无人机。通过 MQ-9机身布满的高清夜视摄头传回的画面，夜空晴朗的巴格达机场内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黑夜的机场只有零星的几架民航客机降落，无人机作战员在静静等候猎物的出现。约莫1月3日0点10分，一架从叙利亚方向飞来的商航客机引起了无人机的注意。从 MQ-9传回指挥室的画面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架飞机顺利降落巴格达机场，随后舱门打开，一个约60岁、身形健硕的白发男子攀附着栏杆，缓缓走下楼梯。此人就是 MQ-9无人机守候已久的猎物，伊朗的2号人物，中东之狐苏莱曼尼。而此时的苏莱曼尼并不知道，美军的 MQ-9无人机正盘旋在巴格达机场上空，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1月3日凌晨1点多，前来迎接的伊拉克人民动员副领导人穆罕迪斯乘坐一辆现代轿车在前头开路，而苏莱曼尼则与自己的2位助手乘坐丰田轿车紧随其后，2辆车前后的距离不到200米。在巴格达上空，满载着地狱火导弹的 MQ-9无人机立马从3000米高空俯冲加速，跟上了苏莱曼尼的车队。美军基地模拟飞行室内的飞行员正通过高清夜视摄头死死盯着这2辆飞驰的车子。为了快速到达目的地，减少旅途中发生意外的可能，司机们轰足了油门，以至少100码的速度在大路上狂奔。但这个速度对于无人机来说就像只蚂蚁，因为 MQ-9无人机的时速可轻易达到400公里。在接到命令后，模拟飞行室内的无人机操作员死死地锁定了目标车辆，果断地按下了发射地狱火导弹的夺命按键。这是苏莱曼尼的最后一天，他将在随后的几分钟之内感受到地狱火导弹的威力。那么，苏莱曼尼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为何如此被重视？让美国冒着在别国领土上行动的风险，对其定点清楚。他是如何成为伊朗2号人物的？又如何把中东地区局势搅得天翻地覆？他的最后一天又是怎么度过的？下面就快订阅 Zero 档案，我们将为您讲述的是中东谍王、伊朗神棍傀儡苏莱曼尼最后一天的故事。如果不是大阿亚图拉霍梅尼在1978年的那场伊斯兰革命，出生于伊朗克尔曼省拉波尔县农民家庭的穷小子卡西姆·苏莱曼尼，可能还在城里干着他苦逼的水利建筑工作。他的原生家庭并不富有，其父亲早年还曾拖欠巴列维王朝治下政府9000里亚尔，苏莱曼尼本人为偿还债务，还曾前往建筑工地打工。他本人接受教育时间较短，完成小学5年义务课程之后，就再没有接受完整的学校教育。上世纪70年代，他本人在克尔曼省继续从事水利建筑工作，生活一度十分艰辛。1978年10月份，被萨达姆驱逐出境的霍梅尼流亡至巴黎郊区的一个小村庄，他在那里建立了伊朗伊斯兰革命指挥中心，为国内的反国王运动提供指导。霍梅尼虽远在巴黎，但他每天的讲话录音被制作成磁带，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伊朗民众间扩散开来。在长达14年的流放中，霍梅尼只是在表面上丧失了权力和影响，但在实际上却拥有千军万马。伊朗全国有18万毛拉、8万个清真寺，这些都是霍梅尼的基地、兵营和宣传中心。而当时21岁的苏莱曼尼就是霍梅尼的信徒之一。13岁时，他为偿还父亲的债务而搬到城市里成为建筑工人。18岁的苏雷曼尼成为了一名水利建筑承包商，他会在工作之余去聆听一个霍梅尼学徒的说道，所以
虽然他与霍梅尼未曾谋面，但那时的苏莱曼尼的脑中已经装满了伊斯兰革命的思想。就在巴列维镇压国内伊斯兰革命的关键时刻，美国卡特政府派遣特使到伊朗军中，强调要避免伊朗爆发内战。卡特当年标榜国际人权外交，获得不少民众支持。他上台后实行隐忍外交，不支持政府以国家力量打击民众。而当时伊朗的人权记录并不理想，这让卡特政府内部产生了意见分歧，因此卡特对是否支持巴列维镇压反对派显得犹豫不决，这导致军队不敢轻举妄动，采取中立态度。11月6日，巴列维在伊朗电视台发表讲话，对统治期间犯下的错误作出道歉，并保证开放党禁，打击腐败，创建民主联合政府。远在巴黎嗅到国王软弱的霍梅尼趁机鼓噪群众，宣称美国政府不再支持巴列维这个软蛋。霍梅尼大量使用模糊和欺骗性的语言，让美国对他的目的产生了误判。美国高层完全忽略了霍梅尼过去的言论，错误认为即使霍梅尼上台也不要紧，或者说他根本就不会接受政治权力，当务之急是跟霍梅尼搞好关系，避免亲苏势力在伊朗上台。不过这次美国人被扮猪吃老虎的霍梅尼狠狠坑了一把，伊朗人也疏忽了。他们没想到的是，革命送走了一位君主，却迎来了一个神棍。随即伊朗开启了霍梅尼时代，而苏莱曼尼的机会也来了。1979年，苏莱曼尼加入霍梅尼创建的500人团，这就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前身，他在其中担任霍梅尼的保镖。尽管缺乏正规军事教育且很少参加训练，但苏莱曼尼却进步很快。霍梅尼看出来苏莱曼尼是个军事天才，由此苏莱曼尼得到了霍梅尼的栽培。在苏莱曼尼早期的卫队生涯中，他曾驻扎在伊朗西北部，参与镇压了西阿塞拜疆省的库尔德分离主义起义。1980年9月22日，两伊战争爆发，苏莱曼尼以中尉身份参加新组建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参战，多次执行敌后侦察任务，立下了一些战功。1987年3月11日，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提拔苏莱曼尼担任第41塔哈拉拉赫旅指挥官，30岁就当上了2级准将级别的部队主官，他的军旅生涯自此走向辉煌。1988年7月26日，萨达姆在两伊战争即将停火的前6天，将伊朗流亡者组成民族解放军，占领了伊朗边境阿尔布小镇，并继续向伊朗纵深挺进。苏莱曼尼率近1万名卫队进行反攻，并切断民族解放军的补给线，仅用3天时间就全歼了敌军，体现了他的指挥才能和革命卫队强大的战斗力。苏莱曼尼的最高光军旅生涯是在圣城旅，他在2000年亲手组建的革命卫队特种部队耶路撒冷旅，后改名圣城旅，他亲自担任旅长。其实早在1987年，苏莱曼尼就已经当上旅长，此时在指挥这支 1.5 万人的特种部队，是出于对于特种作战和情报作战的高度重视，这也是苏莱曼尼最擅长的。圣城旅囊括了某卫队的精英，任务范围涉及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中亚、欧洲和非洲。苏莱曼尼的特长是为外派特工设计五花八门的假身份，潜伏和渗透到其他国家，服务于伊朗的利益。2003年，苏莱曼尼派遣大批圣城旅特工进入伊拉克南部，支持当地的马赫迪军与美军对抗。时任驻伊美军最高指挥官彼得雷乌斯上将认为，圣城旅训练和武装的伊拉克武装导致美军士兵伤亡惨重。联合国第1747号决议制裁的伊朗军政高官当中，苏莱曼尼就是其中之一，他在美国的财产因此被冻结，还殃及了其他圣城旅高级官员的在美财产。2014年8月，苏莱曼尼从圣城旅旅长岗位上卸任，他的亲密下属侯赛因哈马达尼接任。尽管离开了圣城旅，但是苏莱曼尼实际上仍是圣城旅的太上皇，甚至是革命卫队的影子统帅。2015年，苏莱曼尼终于被哈梅内伊晋升为少将军衔。虽然只是少将，但这已经是当时伊朗军队中被授予过的最高军衔。苏莱曼尼也实际上成为了伊朗的2号人物。
大阿亚图拉霍梅尼把伊朗变成了一个神棍治国的宗教国家，而且不论是霍梅尼还是如今的哈梅内伊，他们都试图靠着自己在穆斯林什叶派中的影响力，在中东其他阿拉伯国家输出自己的神棍治国理念。但像哈梅内伊这种只是精神领袖，在伊朗向外扩张的过程中，需要有在军事与外交上强力铁腕的执行者，苏莱曼尼就是这么一个狠角色。苏莱曼尼被称为中东谍王，可以说他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军事和情报网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通过在中东各地遍布的情报间谍网络和一系列复杂的手段，操纵影响着中东局势。他的存在也让美国试图在中东地区输出的西方民主价值观受到了严重挑战，同时也对中东地区唯一的发达现代文明国家以色列的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苏莱曼尼的核心策略是通过代理人战争来扩大伊朗的地区影响。他支持多个国家的什叶派武装组织，通过提供军事训练、资金和武器，帮助这些组织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主要的代理人包括黎巴嫩的真主党、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组织、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以及也门的胡塞武装。通过这些代理武装力量，苏莱曼尼扩大了伊朗在整个中东的军事影响，形成了一条从伊朗到黎巴嫩的什叶派新月带。苏莱曼尼长期致力于削弱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尤其是通过军事对抗和代理人战争来打击美国及其盟友。他直接参与策划了伊拉克境内对美军的袭击，尤其是提供了简易爆炸装置 IED 和其他先进武器。这些武器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了重大伤亡。同时，苏莱曼尼策划了对美国在中东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的袭击事件，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此外，通过支持也门的胡塞武装，他帮助对抗沙特阿拉伯，间接削弱了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特别是为了对付以色列，虽然哈马斯是逊尼派组织，与伊朗的什叶派背景有所不同，但在苏莱曼尼的协调下，伊朗通过资金、武器、训练和战略支持，大力帮助了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不断侵扰以色列。在2023年10月7日发生的哈马斯屠杀以色列民众事件，就是苏莱曼尼的军事理念遗产。苏莱曼尼不仅是军事领袖，还参与了重要的外交斡旋。他被认为是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的私人使者，常常在幕后调解中东各国之间的冲突与合作。他与俄罗斯、叙利亚、伊拉克以及黎巴嫩真主党等多方保持密切联系，并多次直接参与区域外交，确保伊朗的利益。同时，他也参与策划和实施了一系列秘密行动，如打击以色列利益的军事行动和在地区范围内策划针对伊朗对手的恐怖袭击。这些行动大多通过代理人实施，目的是保持伊朗的战略优势，同时削弱敌对国家的力量。作为圣城旅指挥官，他帮助训练、武装和资助多个被国际社会视为恐怖组织的团体，如黎巴嫩的真主党、伊拉克的什叶派民兵组织以及也门的胡塞武装。这些团体的行动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尤其是在以色列、叙利亚和也门等地区。真主党通过袭击以色列目标，参与叙利亚内战，以及在黎巴嫩国内实施恐怖活动，导致数千人伤亡。在伊拉克，苏莱曼尼支持的什叶派民兵组织在打击伊斯兰国的同时，也对当地的逊尼派穆斯林和平民实施了暴行，助长了宗教分裂和暴力。苏莱曼尼通过支持胡塞武装加剧了也门内战，造成了该国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数万人丧生，数百万平民陷入饥荒和疾病。苏莱曼尼还是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和推动宗教治国模式的关键人物。他通过军事、政治和文化手段帮助伊朗在中东地区输出其伊斯兰革命的理念，试图建立以什叶派教义为核心的政权或影响力，其最终目的就是将整个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都变成像伊朗一样宗教治国的神棍国度。苏莱曼尼时不时表现出自己的狂妄，他曾在一个视频信息中说着大话，警告美国总统。他说：“我告诉你，赌徒特朗普先生，我告诉你，
我们就在你的附近，在你想不到的地方。发动战争的将是你，但结束战争的将是我们。这种威胁与他在2008年对时任驻伊拉克美军司令戴维·彼得雷乌斯的吹牛如出一辙。彼得雷乌斯透露，这名伊朗将军曾在一条信息中告诉他：“你应该知道，我卡西姆·苏莱曼尼掌握着伊朗的对伊拉克、黎巴嫩、加沙和阿富汗的政策。如果说伊朗是中东地区的混乱制造者，那么苏莱曼尼就是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关键人物。”于是苏莱曼尼也就成了美国及其在中东的盟友，特别是以色列的眼中钉、肉中刺。在过去20年中，苏莱曼尼躲过了针对他的大量暗杀企图，其死亡传闻已经出现了好几次，包括2006年在伊朗西北部的一次坠机。在这次坠机事件中，与苏莱曼尼同行的其他几名军官死亡，而他却安然无恙。随后又有传言说，苏莱曼尼2012年在战火纷飞的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死于一次爆炸，在那次爆炸中，阿萨德总统的一名高级助手死亡。同年11月，坊间传言苏莱曼尼在叙利亚阿勒颇指挥忠于阿萨德的军队作战时，遭以色列空袭死亡或受重伤。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外长卡茨当时说，以色列正努力铲除苏莱曼尼。2019年10月，伊朗政府宣布，其情报机构挫败了一起由以色列和阿拉伯情报机构实施的杀死苏莱曼尼的阴谋。2019年10月，苏莱曼尼在伊拉克与真主党旅成员会面，讨论将来针对美国的袭击计划。苏莱曼尼在当年秋季向其盟友提供了无人机。12月27日，美国位于伊拉克北部基尔库克省的空军基地遭到30枚火箭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美国指责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旅实施了此次袭击。29日，美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发动空袭作为回应。31日，数十位什叶派民兵及其支持者前往伊拉克绿区，包围了美国大使馆。示威者冲破检查点大门，并在接待处放火，并升起了人民动员部队的军旗，张贴反美海报和反美涂鸦。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为幕后主使，伊朗外交部否认伊朗与此次抗议活动有关。此次行动前数月，蓬佩奥已多次和特朗普讨论清除苏莱曼尼，但未得到同意。经过此后发生的一系列冲突，特朗普最终决定暗杀苏莱曼尼。特朗普命令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情报机构提供苏莱曼尼的行踪，发现他在从大马士革飞往巴格达的航班上，准备与伊拉克民兵召开会议。死神地狱火正在巴格达机场上空遥望着苏莱曼尼的到来。2020年1月3日凌晨，苏莱曼尼搭乘名为达达之翼的民航航班前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他将要去巴格达见见自己许久未见的挚友穆罕迪斯。当苏莱曼尼历经长时间的飞行，终于到达巴格达国际机场时，穆罕迪斯早已在机场等候多时。而同样等候多时的，还有盘旋在巴格达机场上空3000米的地狱火导弹。苏莱曼尼此次访问伊拉克，是应伊拉克官方邀请的半公开行动，但其具体行程还是有所保密的。据称，苏莱曼尼为了防止被美国监听，甚至不用智能手机，只用原始的功能机。但是，美国之前通过小布什发动的棱镜计划，早已对多个国家的通信系统进行了渗透。依靠对运营商信息的窃取，美国情报部门定位了苏莱曼尼及其保镖的通讯设备，从而锁定了苏莱曼尼的行踪。在苏莱曼尼的航班抵达伊拉克之前，美军派出的 MQ-9 无人机已经在机场附近的高空盘旋。这场机场袭击，美军动用的是 MQ-9 死神无人机。MQ 无人机是美军从20世纪末开始研制的新型作战无人机。MQ 系列的第一代为 MQ 伊布使者，该机于1994年首飞，当年就具备作战能力，并参加了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MQ-9 无人机是捕食者的加强版，于2003年开始投产。相比 MQ-1，MQ-9 的参数有了全方位提高。MQ-1虽然也具备了发射导弹的打击能力，
但因载弹量有限，主要是执行侦察巡逻任务。而 MPU-9 的载弹量增加了1倍以上，速度也接近翻倍，因此具有更强的攻击力，获得死神称号。虽然 MPU-9 是无人机，但主要还是依靠人员操作。不同之处是，人员无需坐在飞机里亲临战场，而是在后方遥控指挥。每架 MPU-9 配备1名飞行员和1名传感器操作员。有趣的是，他们所处的环境非常类似飞行员舱室，两人面前有多个屏幕，展现无人机从前方传回的图像以及各系统的工作状态。飞行员主要通过操纵杆和键盘来操控无人机，并决定是否开火。传感器操作员则主要操控各种信息设备，如超高清摄像头、雷达、红外线探测系统等。那感觉与身临其境没什么两样，唯一区别就是不会真的被击落。这款战斗力强大的无人机在阿富汗、伊拉克、也门等地执行了数以千计的定点清除任务。其翼展达20米，最大载重量为1360公斤，最大时速可达460公里，最大续航为15小时，可以装载4枚地狱火导弹，外带2枚激光制导炸弹，满载时巡航高度可达9000米。大约凌晨0点30分左右，苏莱曼尼乘坐的飞机顺利到达巴格达。舱门打开，62岁的苏莱曼尼攀扶着栏杆，缓缓走下楼梯。他并不知道，此时美军的 MPU-9 已经在巴格达的上空盘旋，注视着苏莱曼尼的一举一动。苏莱曼尼与穆罕迪斯相见甚欢，简单寒暄了几句后，便各自乘车前往穆罕迪斯在绿区的住宅，商讨机密。1月3日凌晨1点多，穆罕迪斯乘坐一辆现代轿车在前头开路，而苏莱曼尼则是与自己的2位助手乘坐丰田轿车紧随其后，2辆车前后的距离不到200米。在巴格达上空，时刻注意着苏莱曼尼一举一动的美军无人机自然侦测到了苏莱曼尼正在离开机场。于是离开机场没多久，2人就遭到了袭击。穆罕迪斯正坐在轿车内，突然间砰的一响，他瞬间便失去意识，身首异处了。与穆罕迪斯乘坐同一辆轿车的随从们自然也未能幸免于难。而距离穆罕迪斯的轿车不到200米距离的丰田轿车司机亲眼看到了前面的车辆遭到了袭击，司机立马就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劲，猛踩油门，加快车速，希望以此躲避导弹的攻击。幸运的是，司机凭借高速的车速的确躲过了美军发射的第2枚导弹，但死神早已在一旁等候多时。第2枚导弹没能击中，无人机马上就发射了第3枚导弹，这次司机并没能躲过去。地狱火导弹精确地击中了坐在后座的苏莱曼尼，顷刻间苏莱曼尼便七零八落。MPU-9 死神无人机是美国此次袭击的发射平台，为了能够精准地击中苏莱曼尼，并且减少无关人员的伤亡，由于本次的击杀目标范围要求并不高，所以只需采用带有爆炸头的常规型地狱火导弹 AGM-114R。 作战时，导弹射出的同时，发射平台用激光照射目标，而导弹头部的激光装置捕捉目标反射的激光，对目标进行追踪摧毁，其破甲能力为1400毫米。地狱火导弹自从问世以来，20多年间已经量产近2万枚，参加过多次对外战争。值得一提的是， MPU-9 配地狱火导弹已经成为美军暗杀重点人物的标配。2016年5月22日，美军就是用 MPU-9 发射了2枚地狱火，清除了塔利班领导人曼苏尔。地狱火导弹的射程可达到8000米至10千米，无论是在白天黑夜都可以使用。哪怕战场上烟尘漫天飞舞，或是有严重的令人看不清前方的雨雾，也不影响地狱火导弹的锁定与攻击。地狱火导弹具有射程远、抗干扰能力强的特点，主要用来攻击地面其他小型物体，同时坦克也是它的主要攻击目标。苏莱曼尼在地狱火导弹的攻击之下被支离破碎，没有一个完整的全尸。法医为了辨认身份，也用尽了很多办法，因为他们不能通过这支离破碎的尸体来辨认死者的身份。最后还是通过苏莱曼尼手指上戴的那枚镶嵌着红宝石的银质戒指，
才辨认出死者。就这样，中东之狐苏莱曼尼在地狱火的火光之中被超度了。当苏莱曼尼的车队离开巴格达国际机场途中被无人机发射的导弹击中时，美军的一支特种部队就跟随在苏莱曼尼车队后方大约800米的地方。他们在导弹发射的1-2分钟后就赶到现场，确认了苏莱曼尼一行人的死亡。美国媒体报道称，这些美军士兵还进行了炸弹破坏效果评估，并拍摄了大量现场照片，包括苏莱曼尼尸体的特写和他随身携带的物品，其中有诗集和大把的钞票。他还携带了一把手枪和一支突击步枪。苏莱曼尼之死在伊朗国内引发了广泛的悼念潮，伊朗政府迅速宣布为他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并计划在多个城市举办大型悼念活动。悼念活动不仅限于伊朗本土，还扩展到伊拉克等地。在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内杰夫和卡尔巴拉，大规模的追悼仪式首先举行。1月4日，伊朗追授苏莱曼尼为中将，神棍领袖哈梅内伊宣布全国哀悼3日，并宣称发动袭击的罪犯将会面临严厉报复，又任命伊斯梅尔·贾尼为苏莱曼尼的继任人。1月4日傍晚，巴格达绿区受到迫击炮弹袭击，但是迫击炮弹并未造成人员伤害。1月5日，708落的苏莱曼尼遗体运回伊朗，为了保持基本的完整，对其进行缝合后，首先抵达了阿瓦士市。这座位于伊朗西南部的城市是两伊战争期间的前线城市，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成千上万的伊朗民众涌上街头，高举苏莱曼尼的画像，为这位所谓伊朗的英雄送行。随后，苏莱曼尼的遗体被送往马什哈德，这座城市是伊朗第2大宗教圣地，也是苏莱曼尼生前经常访问的地方。1月6日，苏莱曼尼的遗体抵达德黑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亲自主持了祷告仪式。哈梅内伊在祷告过程中流泪，这是极为罕见的表现，显示出苏莱曼尼在伊朗领导层中的重要地位。德黑兰当天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葬礼游行，数十万民众涌上街头，场面极为震撼。游行中，很多民众高喊反美口号，要求为苏莱曼尼复仇。葬礼游行的规模之大，超出了组织者的预期，仅次于当年霍梅尼的葬礼规模。德黑兰的街道几乎被人潮挤满。苏莱曼尼的遗体在德黑兰接受了正式的国葬后，被送往他的家乡克尔曼，以便在那里进行最终的安葬。然而，由于参加人数众多，场面一度失控，发生了踩踏事故。根据伊朗官方的报道，踩踏事故造成了至少56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这是苏莱曼尼最后一次对伊朗人民制造的灾难。1月6日，伊朗政府宣布，伊朗暂停履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第5阶段对于限制措施，伊朗持有离心机的数量将不再有任何限制。伊拉克议会还通过一项决议，敦促政府要求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并结束就打击伊斯兰国与国际联军签署的相关安全协议。1月7日，伊朗议会将美国国防部及美国陆军列为恐怖组织，并通过法案向伊朗圣城旅提供2.63亿美元资金，加强其防卫力量。1月8日，伊朗朝美军驻伊拉克的多个基地发射多枚导弹。伊朗革命卫队称，这是为了复仇。同日，乌克兰国际航空752号班机于德黑兰国际机场起飞后，遭伊朗军方因人为失误击落坠毁，造成176人遇难。此后，伊朗更加频繁地操控中东代理人，搅乱中东的局势，变得越来越疯狂。据多家媒体报道，有来自叙利亚大马士革以及伊拉克巴格达机场的情报线人参与了美国暗杀苏莱曼尼的行动。美军空袭之后，伊拉克国家安全局人员对机场安全部门和航空公司的员工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审讯。调查人员封锁了机场，并阻止数十名安全人员离开，其中包括警察、边检官员和情报人员。一名机场安全人员说，在其被释放前，特工对他进行了长达24小时的审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对路透社表示，在袭击发生前几天，
美国一直在密切跟踪苏莱曼尼的行动，但拒绝透露军方在袭击发生当晚是如何确定他的位置的。某些迹象表明，以色列在其中也提供了关键情报。以色列媒体在苏莱曼尼死后的第2天报道称，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经提前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国杀死苏莱曼尼的计划。在1月2日早晨启程前往雅典之前，内塔尼亚胡暗示该地区正在发生非常戏剧化的事情。几个小时后，苏莱曼尼在巴格达国际机场的空袭中丧生。据《纽约时报》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是唯一一位事先知道此次行动计划的非美国领导人。他还在空袭发生后表示，美国有权通过消灭苏莱曼尼来保护自己。美国情报部门透露，苏莱曼尼指挥的圣城旅在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以及中亚、欧洲、非洲的许多国家均设有指挥机构。美国认为苏莱曼尼正在策划一场大规模袭击，目标是美国驻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的大使馆、领事馆以及军事人员，因此出动线人开始对其进行追踪。伊朗武装派系领导人颇为焦虑，他们不知道美方已经渗透到何种程度，难以预测谁会是下一个被暗杀者。此后的当地时间1月12日，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委员会媒体部门证实，人民动员组织下属卡尔巴拉旅指挥官萨阿迪在巴格达遭到暗杀。据报道，当时萨阿迪身处巴格达北部的萨德尔城，有2名护卫随行，遭到不明枪手的袭击身亡。萨阿迪在人民动员组织中的地位较高，关于此次暗杀事件的行凶者动机目前尚不明朗。其实，以美国与以色列的实力，想要直接干掉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也不是一件难事，只要以色列的莫萨德与美军斩首无人机配合，再来一次斩首行动就可以。那么，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因为美国已经有了阿富汗的前车之鉴，他们明白从政治上强行改变一个民众并没觉醒的国家是无效的，或者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而已。后来在美军撤军阿富汗后，短时间内塔利班又重新掌权，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如今的伊朗更是如此，在经过了神棍独裁政权40多年对人民的长久愚弄后，强行灌输西方民主体制是不现实的。除非伊朗人民自己从内部觉醒，美国才会顺势而为。此后几年，伊朗暗中指挥其中东代理，特别是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越来越猖狂的行为，中东的局势确实变得越来越不可捉摸。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约2500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对以色列前哨基地和定居点发动协同攻击，其烧毁建筑物，屠杀数百名平民，并将数百人绑架到加萨。哈马斯当天发射了5000多枚火箭。以色列随后向哈马斯宣战，尽管仍未确定总伤亡人数，但至少600名平民在最初的袭击中被屠杀，约150至250名平民被绑架到加萨走廊。加沙战争直到不久前才告一段落，但哈马斯仍在废墟中东躲西藏。面对真主党的挑衅，以色列也坚决予以回击。2024年9月27日，真主党前最高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被以色列用83吨钻地炸弹炸死。9月28日，伊朗和真主党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领导人，也是那斯鲁拉的亲戚哈桑哈利勒亚辛。结果就在当天，以色列再次发动定点清除行动，将其斩首。眼看着真主党群龙无首，在等了几天之后，10月1日，哈桑萨菲丁被任命为最新的真主党领导人。在2次前任接连被干掉之后，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演说。发表完本次演讲之后，萨菲丁和他的家人及新一届的真主党领导班子成员们就被安排进了一个非常深而且加固的地下掩体中，以为自己非常安全了。但就在2天之后的10月3日，以色列的钻地弹又来了。过程和之前几次一样枯燥乏味，结果也一模一样，哈桑萨菲丁被清除了。接着在10月3日，网络上出现了讽刺的传言称，真主党居然面向全球招募总书记，而且从招聘资料上的要求看，可以说是非常的广泛，对学历、履历，甚至对身体状况基本没什么要求。
要知道，真主党的前任总书记纳斯鲁拉先生，从1992年开始，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32年，胡子都干白了。为什么纳斯鲁拉干上就不想退休呢？当然，并不是为了伊斯兰神圣的解放事业奋斗一生，而是因为真主党是一个由2万人组成的庞大组织，其中受过训练的全职武装人员接近1万人，每年从伊朗获得的资金支持高达10亿美元。另外，真主党还可以获得全世界什叶派穆斯林社区的大量支持，而且他们在黎巴嫩武装割据，控制了黎巴嫩和贝卡谷地地区，建立了国中之国，拥有自己的企业网络和资金来源。真主党书记可以说是一手遮天，权力没有监督，这才是他在位置上不想走的根本原因。但在不到了半个月的时间里，真主党的3位领导人都被以色列干掉了，这就让真主党总书记这个职位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烫手山芋，谁都不想染指。2025年，以色列的雄狮崛起行动与美国的午夜之锤行动联合发动了针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伊朗的核设施与伊朗革命卫队高官遭到猛烈的定点精准打击，神棍哈梅内伊见势不妙，连忙躲进德黑兰的地道中苟活。如今，在2026年新年钟声敲响之后，伊朗人民爆发了反对神权当局的大规模游行抗议。由于害怕倒台，伊朗神权当局对人民大规模开枪镇压。伊朗的神权政府在内忧外患、经济崩溃下，或许只需要美国、以色列再推一把，就能帮助已经觉醒的伊朗人民重回文明自由国度。